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新華社點名趙麗穎，當頂流不再只是流量。新華社發趙麗穎登上熱搜的那一刻，很多人意識到，這個時代關於頂流的故事，似乎正在悄悄換一種寫法。沒有精修美顏，沒有營銷通稿，沒有買熱搜那一套熟悉的流量技法，只有新華社鏡頭裡一個女演員的真實面容，有細紋，有疲憊，也有一種被時間打磨過的堅定。那一行署名，更像是一枚印章，它不是在成就某個明星，而是在確認一種新的行業價值坐標。趙麗穎的履歷，在人設工廠橫行的當下有些不合時宜。她不是科班出身，沒有顯赫背景，沒有初登場就自帶光環的頂級資源。她從河北廊坊的農村出發，一路從群演、替身、小配角演起，在劇組裡摸爬滾打10幾年。那句流行過一陣子的偏見圓臉，掩不了女主角曾經是真實橫亘在她面前的行業門檻。也正因此，她的成功並不像有些明星那樣是資本工程的產物，而更像是一種長期、緩慢，甚至帶着些許逆襲色彩的現實樣本。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趙麗穎並不被視為高級或典雅的代表，她的出身、外貌、履歷都不符合精英視角裡對於女主的想象。但時代的趣味在於，當觀眾的審美從仰望轉向共情，這類身上有着濃重生活痕跡的演員，反而更容易成為情緒投射的載體。圓臉不能演女主，本質上是一個與中國娛樂工業早期美學緊緊綁定的行業偏見。在以偶像劇為主流的年代，熒幕上的女性常常被塑造成一種略帶疏離感的理想化存在，瘦削、立體、精緻、冷感，仿佛必須帶着一點不真實才夠欣慰。圓臉意味着親切、鄰家、接地氣，而不是高不可攀的女主氣場。趙麗穎的出現，從結果上看，是這一偏見的反噬。正是因為她看起來不像端着的戲劇女主，而更像身邊可以遇見的那種女孩，觀眾才願意把情緒和期待壓在她身上。她的臉不是雕刻出來的完美，而是生活裡隨處可見的可能性，而當這種可能性被一次次放大、發光，就開始反向重構行業審美。新華社給出的是一種更宏觀的確認，過去被視作不夠高級的面孔、出身與道路，在今天的文化敘事裡，反而構成了一種珍貴的真實質地。趙麗穎之所以值得被記錄，不只是因為她紅，而是因為她的紅與很多普通人的命運體驗不再是平行線。在內於長期主導的白幼瘦標準裡，女性身體被簡化為鏡頭上的裝飾物，身材管理、臉部狀態、皮膚細節被無限放大成職業評判的核心指標，甚至高於演技與作品本身。很多女演員在這個體系之下，被迫變成行走的衣架廣告的載體，夢幻濾鏡的代言人。趙麗穎的選擇顯得格外逆行，她不靠極致纖細博眼球，反而主動為角色增肥扮老。她不躲避極端環境，而是在沙漠裡翻滾，在鏡頭下反覆摔打。她的腰椎傷疤不是被遮掩的職業風險，而被她本人視作演員的勳章。這一切都是對白幼瘦美學的一次現實反擊。當一個頂流不再以鏡頭之下有多完美作為自我管理的核心，而是以鏡頭之中我能交出多真實的角色作為衡量標準時，他已經從流量博弈中抽身，轉而進入了職業尊嚴的範疇。在流量時代，很多明星的一生仿佛被困在人設牢籠之中。甜妹御姐少女感貴氣千金，這些標籤一旦被市場驗證有效，就會被反覆強化，成為藝人身上牢固卻也危險的品牌。趙麗穎最為人熟知的早期形象，確實帶有明顯的甜美、軟糯、接地氣氣質。
但他真正完成轉型的節點，是在他選擇主動毀掉這種單一標籤的那幾年。在《知否》中，他收起了早年的討喜與外放，讓盛明蘭身上的隱忍、藏拙、小心翼翼與鋒芒畢露逐漸層層展開。在《楚喬傳》中，他將一個女奴出身，一步一步成長為將領的女性故事，演出了從被命運擺布到握住命運咽喉的狠勁和韌性。這些角色的共性是成長中的女性，她們不是被男主拯救的情感附屬物，而是在極端環境中被逼着自我覺醒的主體。趙麗穎的表演不再只是可愛或討喜，而是讓觀眾在角色身上看見一種撐下去的可能，這與她自身的成長軌跡形成了一種隱秘而強烈的共振。如果說早年的趙麗穎仍然多少被鑲嵌在偶像劇敘事的版圖裡，那麼《風吹半夏》《幸福到萬家》這兩部作品則真正把她推到了現實主義女主的坐標上。許半夏是在時代裂縫中野蠻生長的女性，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女孩，她精明、強勢、有野心，會算計，也會賭。但正是這種複雜度，讓她的女性力量顯得格外真實。她不是靠犧牲自我成全他人，而是靠頑強求生開闢道路。和幸福則是另一類極具代表性的中國女性。她出身農村，面對權力失衡、規則不公，憑借的是一點點被激發出來的法律意識與公平感。她不是天生的社會鬥士，而是在生活的反覆衝撞中，被現實一步一步推着成長。這兩個人物之間隱藏着一種中國女性在時代變遷中的雙重形象，一個是闖進商業世界的野生玩家，一個是從鄉土社會走向法治觀念的普通人。趙麗穎用她的表演，將這兩種看似遠離主流熒幕的女性形象帶到了大眾視野的中心。新華社發趙麗穎之所以引發討論，是因為新華社並非娛樂號，而是國家通訊社。在長期敘事中，新華社更關注的是時代變遷、社會結構、產業發展。它對人物的報道往往不像娛樂媒體那樣追逐情緒和噱頭，而是更偏向符號化、樣本化。當趙麗穎出現在新華社鏡頭裡，她不再只是一個當紅女星，她所代表的是這樣一種組合身份：從農村出發的草根，經由長年累月的專業打磨，在流量時代的漩渦中，仍然堅持用作品說話，最終完成從被觀看者向時代書寫參與者的轉變。新華社並不是在為趙麗穎個人背書，而是在通過她回應一個更大的問題：在算法與熱搜構建的新娛樂秩序中，什麼樣的流量值得被記錄進時代檔案？答案顯然不是誰更會買熱搜，而是誰能通過影像作品折射出真實的社會情緒與結構變動。趙麗穎身上有兩個被頻繁提及的關鍵詞：草根逆襲和傷痕敘事。她的出身使她極易被包裝成勵志故事的主角，她在拍戲中留下的傷病又為這份勵志添加了血肉與代價的維度。然而，這裡存在一條危險的界限：當草根逆襲被過度講述時，它可能淪為一種廉價的情緒安慰，仿佛只要足夠努力，人人都有機會成為趙麗穎。當傷痕被一次次展示，它也可能被市場轉化為一種獵奇消費。觀眾在感動之餘，往往忽略了整個行業結構中不平等的勞動保障與風險承擔。新華社對它的呈現至少提供了一種更沉靜的框架，它並不急着把它塑造成奇蹟，而是讓它與時代一同出現。一個普通出身的人，如何在制度化的娛樂工業裡從邊緣一路走向中心？一個被流量簇擁的頂流，如何在自我選擇中用更高的職業標準要求自己？在這個敘事裡，草根和傷痕不再只是情緒賣點，而可以成為理解行業分工、社會流動性與個人努力邊界的入口。當頂流一詞在中文互聯網裡被過度使用時，
它早已不只是人氣的代名詞，而更像是一種被資本、品牌和平台共同塑造出來的金融產品。熱度可以被計算，話題可以被投放，情緒可以被操控，連爭議都可以成為預設好的公關手段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很多明星的危險在於，他們的人生和職業發展高度依賴數據曲線，而不是作品曲線。當熱度稍有下滑，團隊會焦慮，投資方會猶疑，本人會本能性地追逐新的破圈話題，從戀情、綜藝到翻車。趙麗穎的選擇，某種意義上是頂流的自我救贖。她沒有完全拒絕流量，這是當代藝人幾乎無法逃脫的結構性存在，但她試圖把流量的支點從話題轉移到作品。她不靠頻繁上綜藝維持存在感，而是通過角色迭代來延長自己的職業壽命。她不把婚戀、私人生活用作無限營銷的籌碼，而是更願意由角色本身去承擔討論的中心。這種轉向並不輕鬆，因為它意味着與一整套成熟的流量玩法保持距離。可也正因此，當新華社的鏡頭落在他身上時，他捕捉到的不只是一個紅極一時的明星，而是一種自我選擇的價值邏輯。在可以輕易靠話題繼續紅很多年的前提下，他偏偏選擇了一條更難卻更穩的路。在很多資本視角中，演員與內容往往是被分離的。演員可以是 IP， 可以帶貨，可以植入廣告，可以為平台導流。至於他或她在作品中的表演深度，反而不是首要指標。趙麗穎的職業路徑逐漸展現出作品驅動型演員的特徵。她的角色不是依附於她的明星人設而存在，而是她在不斷拆解自我人設，讓位給角色的複雜與獨立。這在內娛是一件冒險的事，因為當角色強於人設時，觀眾會更記住劇中人，而不是現實中的某某頂流。但從長遠來看，這是演員職業生命的真正資本。當一個演員的價值不再由粉圈數據，而是由角色譜系來衡量時，他其實已經從可替代的流量資產變成了不可輕易複製的創作資源。新華社對他的記錄也正是基於這一點。鏡頭中的趙麗穎不再只是一張明星臉，而是一個擁有作品史的人。她的履歷不是幾部高收視劇這麼簡單，而是一個個特定時代下具有切片意義的女性角色組合。當趙麗穎坐到新華社鏡頭前時，一個隱含的問題浮出水面：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偶像？是那些被反覆設計、修飾、打磨出來的完美人設，還是那些會跌倒、會受傷、會猶豫，卻始終在現實泥土中摸索前行的人？偶像的作用從來不只是被仰視。在信息極度過載的今天，人們需要的不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投影，而是某種可以共振的路徑。我未必能成為他，但我能在他的故事裡看見我自己的局限與可能。我未必能擁有他的成就，但我能從他的堅持裡汲取面對生活時不輕易認輸的力氣。趙麗穎之所以能成為時代注腳，並不是因為她完美，而恰恰是因為她不完美但不認命。她的職業道路並不光滑，她的起點並不優越，她的選擇也並非每一次都正確。但是她始終把作品當作自己的底線，而不是把自己交付給一套已經固化的流量邏輯。頂流本是一個高度短暫的標籤，今天可以屬於 A， 明天就可能被 B 取代。但當頂流與時代注腳這兩個詞被放在一起時，他們的時間尺度發生了錯位。前者看的是此刻的熱度，後者看的是未來回望時誰還值得被提起。趙麗穎並不是這個時代唯一的答案，但她無疑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樣本。她的身上疊加了多重標籤：草根出身、非科班、重體力勞動式拍戲、女性角色的拓展者、作品驅動型頂流、
與主流敘事機構互相對視的個體。這些標籤共同構成了一個時代娛樂工業的橫截面。當新華社鏡頭捕捉到它時，也是在用一種官方視角重新定義值得被記住的明星。不是誰的粉絲更會打榜，也不是誰的團隊更懂營銷，而是誰在自己的職業領域裡用足夠長的時間、足夠大的代價，交出了配得上時代二字的作品與選擇。趙麗穎的故事，說到底，並不僅僅屬於娛樂圈，它牽扯到的是普通人如何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尋找出路，女性如何在刻板標籤與現實壓力中完成自我定義，個體如何在流量裹挾的時代堅持做不那麼容易被複製的自己。新華社發趙麗穎這行字之所以讓人反覆回味，是因為它象徵着一種敘事重心的微妙偏移，從誰更會玩流量轉向誰更值得被時代記住。當我們問他的出圈是頂流的自我救贖，還是行業風向的轉折，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是，在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，我們會不會習慣於用作品而不是熱搜來記住一個人？當答案越來越多地指向前者時，趙麗穎就不再只是一位成功的女演員，她會成為一行注腳，寫在這個時代的邊角，卻在很多年後被人重新翻到、讀起，感嘆：原來頂流也可以這樣當。